你的大脑里藏着一个开关，99%的人这辈子都没找到它。找到它的人认知能力直接跃升一个维度。科学家做过一个实验，把一个普通人关进实验室，强迫他每天做一件事，90天后，他的大脑扫描结果让在场所有神经科学家集体沉默，因为他大脑里的神经连接密度增加了，传递速度加快了，就像一条双车道的土路被硬生生拓宽成了8车道高速。你以为大脑是天生的，错了；你以为智商是固定的，也错了。你以为人过30脑子就定型了？科学早就把这个谎言戳穿了。1998年，普林斯顿大学神经科学家发现，成年人大脑的海马体每天都在生长新的神经元。这个发现颠覆了人类2000年的认知，因为在此之前，所有人都相信成年人的大脑细胞只会死，不会再生。但这里有个让人绝望的真相，新生的神经元如果得不到刺激，会在几周内自动凋亡。你的大脑每天都在给你机会，但大多数人每天都在亲手把这个机会掐死。更可怕的是，长期缺乏认知刺激的大脑神经连接会被系统性修剪。等你发现自己记性变差，反应变慢，脑子转不动的时候，那些神经通路可能已经荒废了很多年。但今天要告诉你的是，这个过程是可以通过主动干预显著延缓甚至改善的。先说一个改变了整个神经科学界的概念，神经可塑性。简单说，就是你的大脑不是一块石头，它是一块橡皮泥，你怎么捏它就长成什么形状。2000年，伦敦大学神经科学家埃莉诺·麦圭尔做了一个震惊全球的实验。他扫描了伦敦出租车司机的大脑，发现这些人脑子里负责空间记忆的海马体比普通人大了整整1圈。更离谱的是，开出租车的年头越长，海马体就越大。这些司机不是天才，他们就是普通人。是伦敦那25000条街道硬生生把他们的大脑撑大了。这个发现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你的大脑到死都在变，问题只有一个，往哪个方向变完全取决于你每天在干什么。但这里有一个残酷的陷阱，大多数人以为只要多动脑子就能变聪明，错了，方向比努力更重要。麦圭尔后来做了一个对比实验，找来一群公交车司机，开车时间和出租车司机一样长，压力也差不多。唯一的区别是，公交车司机只跑固定路线，不需要记录。结果公交车司机的海马体和普通人没有任何区别，同样是开车，同样是用脑，差距却天壤之别。这说明一件事，不是用脑让大脑变强，是逼着大脑去做他不熟悉的事，才能让大脑变强。你每天刷6个小时手机，大脑也在运转，但那叫消耗，不叫开发。因为刷手机这件事对你的大脑来说太容易了，容易到大脑根本不需要生长。真正能让大脑升级的是那种让你感到挫败的事，是那种你做了10遍还是做不好的事。那种难受的感觉不是你在退步，是你的神经元正在拼命生长。大脑的改变分3个层次，化学改变、结构改变、功能改变。这3层一层比一层深，一层比一层难逆转。先说化学改变，这是最快的一层。你学习的时候，神经元之间会释放化学信号，信号浓度越高，记忆越清晰。考试前临时抱佛脚有没有用？有，但只是暂时的。化学信号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今天背的东西，明天可能就忘了一半。这就像往一个漏水的杯子里倒水，水满了，你记住了，但杯子有洞，水会慢慢流走。第2层是结构改变，这才是真正的升级。当你反复学习同一个东西，神经元之间会长出新的连接，就像树枝分叉一样，越长越密，越长越粗。这种连接一旦形成就很难消失，你小时候背的古诗现在还能脱口而出，就是这个原理。钢琴家为什么能闭着眼睛弹曲子？因为他们练了上万遍，大脑结构已经改变了，手指的动作变成了刻在骨子里的记忆。第3层是功能改变，这个最神奇。大脑会根据你的需求，把某些区域的功能加强，用得多，它就长得大。伦敦出租车司机的海马体就是这么撑大的。但这里有一个让人警醒的反面，功能改变是双向的，你长期不用某个区域，它的效率就会下降。你放弃了每天读书的习惯，相关神经通路会逐渐弱化。你不再学新东西，那些低频使用的神经连接会被大脑当作冗余资源修剪掉。大脑不会原地等你，它要么进化，要么退化，没有第3条路。现在说一个更具体的问题，普通人到底怎么开发大脑？核心就是持续让大脑离开舒适区。但这里必须加一个重要提醒，星星是适度挑战，不是过度压力星星。
如果长期让大脑处于高压焦虑状态，反而会导致皮质醇升高，损伤神经元，抑制神经可塑性，过犹不及。具体怎么做？给你几个可以直接照搬的极简行动。每天用非惯用手做10分钟小事，比如左手刷牙，左手拿筷子吃饭。每天学10个新单词，或者解锁一个小技能，比如学做一道新菜，学一个简单的魔术。每周走一条没走过的路，或者换一种通勤方式，给大脑新的空间刺激。2016年，神经科学家做了一个实验，让一群右撇子每天用左手画图20分钟，连续画10天。结果发现这些人的大脑连接发生了可测量的变化。更惊人的是 77% 的人在停止训练6个月后，左手的控制能力依然比训练前强。大脑被改变了，而且是持久的改变。日本名古屋大学也做过类似实验，让一组人每天用非惯用手练习精细动作，每天30分钟，练了6周。结果不仅非惯用手变灵活了，大脑前额叶皮层的活跃度也出现了提升。前额叶皮层是干什么的？负责决策、规划、解决复杂问题。换句话说，那种笨拙的费力的练习过程，强迫大脑退出了自动驾驶模式，激活了平时沉睡的神经区域。但这里有个关键点，这种训练是有特异性的。你练左手画画只会让左手画画变好，不会让右手也变好。所以别指望一招先吃遍天，真正的大脑开发靠的是持续让大脑离开舒适区，这才是核心。说到这里必须讲一个被大多数人忽略的事，睡眠。很多人以为开发大脑就是多学习、多思考、多刺激，但神经科学告诉你，大脑真正的升级发生在你睡着的时候，这也是巩固白天神经连接，让大脑真正长记性的关键环节。研究发现，长期睡眠不足会导致认知测试表现显著下降，注意力、记忆力、判断力全面受损，而且这种损伤会随着睡眠债的累积不断加深。因为你睡着的时候，大脑会开启一套专属的清洁代谢系统，把白天积累的代谢废物，包括影响大脑认知功能的有害蛋白全部清理出去。这个过程只在深度睡眠中发生，更重要的是，你白天学到的所有东西都要在睡眠中被整合进长期记忆。如果你跳过这个过程直接熬夜，那你白天学的东西第二天会忘掉大半。科学家的建议是，成年人每晚保证7到9小时的睡眠，不是因为懒，是因为那段时间大脑完成自我修复和升级的窗口期，错过了白天再努力也是打折扣的。除了睡眠，还有一个被严重低估的大脑开关，运动。很多人以为运动是身体的事，跟大脑没关系，这个认知落后了20年。哈佛大学医学院神经科学家约翰瑞迪在他的研究中发现，有氧运动会直接刺激大脑分泌一种叫 BDNF 的物质，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。这东西是什么？是大脑的肥料，它会促进神经元生长，加强神经连接，让你的大脑在物理层面上变得更强。这也是运动能从底层支撑神经可塑性的核心原因。他把 BDNF 叫做大脑的奇迹生长素。研究数据显示，规律的有氧运动可以让海马体体积出现可测量的增长，而海马体正是负责记忆和学习的核心区域。运动不只是让你身体变好，它在字面意义上让你的大脑长得更大。但这里有个细节，不是所有运动都有同样效果。对大脑最好的运动是那种需要你协调、判断、快速反应的运动。打乒乓球，你的大脑需要在0点几秒内判断球的轨迹，调整身体位置，控制挥拍力度。这个过程中，前额叶皮层、小脑、视觉皮层全部在高速运转。研究发现，坚持这类需要协调配合的运动，对认知功能的提升效果远超单纯的有氧慢跑。说完运动，再说一个更反直觉的大脑开发方式，社交。你可能没想到，长期社交孤立对健康的危害，在流行病学研究中被认为与长期吸烟对全因死亡率的影响相当。这个数据让很多人第一次意识到，孤独不只是心理问题，它是一个生理问题。人类的大脑在进化过程中就是为社交而设计的。当你长期缺乏有意义的社交连接，大脑会认为自己处在危险环境中，会启动应激反应，持续分泌压力激素，久而久之甚至会损伤大脑结构，加速认知退化。但这里的社交不是社交媒体上的点赞、评论，也不是无意义的应酬，那些是消耗，不是能刺激神经可塑性的认知刺激。真正有益的社交是那种需要你全心投入，理解他人情绪，表达复杂想法的深度连接。
在这样的交流中，你的大脑要处理面部表情、肢体语言、语气语调，还要共情、回应，这相当于给大脑做了一场高强度的认知训练。最后，我们把这些线索串成一条清晰的路径，每天逼自己做一件适度不舒服的事，比如用非惯用手做小事，学10个新单词，让大脑离开舒适区，但不过载，保证充足的睡眠，给大脑足够的时间清理废物，巩固神经连接，坚持有氧运动，尤其是需要协调反应的运动，刺激 BDNF 分泌，让神经元更好的生长，维持深度社交，给大脑高质量的认知刺激，给自己一个值得为之努力的目标，让神经连接持续生长。记住，你的大脑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越用越值钱的器官，但用的方式决定了它值多少钱。别把精神内耗当认知刺激，真正的大脑开发是有方向、有方法、有节奏的自我雕刻。现在你已经知道了这些秘密，剩下的就看你每天的选择了。你准备好从今天开始做自己大脑的雕刻师了吗？